袁冰妍又没事了，有后台就是不一样。袁冰妍的事，安灭是第一时间跟进的，也是第一时间向大家报道事件的进展情况。不得不感叹，有后台的就是不一样。袁冰妍又没事了。昨天安灭第一时间发的微头条没有被人看到，今天再深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他就会没事。首先，道歉和声明肯定是免不了的，这些东西安灭也根本就没有兴趣，都是走走形式，做一下表面文章，走一个过场，等热度过去。有网友说这个道歉和声明毫无诚意，不仅甩锅甩得个干干净净，而且本人一句道歉都没有，很猖狂了。可以说，到底谁给的这样大的底气？安灭又为什么说他不会凉？一点事都没有。小伙伴们接着往下看，有个网友计算了一下，这就相当于袁冰妍拿了815万的工资，然后漏掉了165万的税没有交。公司一出事，袁冰妍马上就选择退出法人，而且网友们还发现，这个变更法人在周末是不能办理的。有后台就是不一样啊！昨天袁冰妍事件可谓是一波三折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比看电视剧还要过瘾。安灭是第一时间就跟进的，第一个爆出来的消息让大家都欢呼起来，是一条湖南电视台的内部消息。在这条紧急通知上出现了袁冰妍的名字，跟着出现的还有理想照耀中国的第14集，名字是希望的方舟。看到这条消息的网友们正在庆祝的时候，冷不丁的又传来了第二条消息，大家马上就像被浇了一头凉水一样呆住了。这条爆料的真实性不可知，中间提到了咖啡，说得很隐晦。那么这个咖啡是什么呢？其实安灭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里已经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不过还是有网友专门去查了一下，果然不出安灭所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外国人特别喜欢喝咖啡，然后这个地方的外国人又特别的多。有网友说，晋江的东西有谁会相信？没有人会相信吧。就在大家半信半疑的时候，又传来了第三条消息，似乎再一次证实了上面那条消息的真实性。网友们一片唉声叹气，还有的很愤怒。不过事件又第4次出现了转折，一条薄荷小盛的微博又让大家兴奋了起来。小盛说，确实是疯了，但是不是这个表述，湖南卫视没有电视节目中心。小盛的说法似乎是锤了他要被封杀。安灭查了一下袁冰妍近期的影视作品，发现还真的是网友们说的那样，挺多的。感觉这一波要真是封杀的话，受到影响的资本和大佬肯定是不答应的，这钱都投下去了，我的损失又怎么算呢？袁冰妍的作品都还没有上映，除了上面的《少年盾》，还有一个《雷霆令》，袁冰妍不算是主演，只是特别演出，这一部的影响应该还不大。但是上面的那部《少年盾》，袁冰妍是主演，咖位排在全体主演的正中间，可见是全片的女1号。除了这2部，还有2部电视剧，一个是《落花》，另一个是安灭曾经写过文章的《妖狐》。袁冰妍在这2部作品中的位置都比较重要，不是小角色。因为安灭写过《妖狐》的文章，知道袁冰妍在这部剧中是女2号，排位上仅次于大女主杨幂。在论坛上，网友们都在热议这部剧的换人，有一个网友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称赞。这位网友建议让杨幂一个人兼职这2个角色。当然了，安灭跟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，这种可能性基本为0，让一个演员同时演女1号和女2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。在安灭搜索自己以前写过的文章之后，发现了一些比较令人震惊的东西。怪不得网友们都说这个袁冰妍身上的黑料一大堆。在安灭的一篇高赞文章中，就谈到了袁冰妍片场低眼药这个事情，而且还不是偶然的1次2次。
而是非常频繁，这就比较让人想不通了。既然你的职业是演员，连演员的基本功都没有，还谈什么演员呢？不说别的，电影学院1年级的新生，最起码哭戏能演出来吧？看袁冰妍的这个样子，这是完全一点都哭不出来。这样的演员是怎么可以称为演员的？安灭在文章中就吐槽了这个观点，估计这也是安灭的文章被网友们高赞的原因吧。袁冰妍除了在片场哭不出来，她的导演也吐槽说，她是整个剧中 NG 次数最多的一个演员，这就厉害了。安灭还是第一次看到导演吐槽自己的女主角的，正如安灭在文章中的疑问，这样子的演员是如何做到能被称为演员的，还能接到这样大的资源，还能成为一部剧的大女主？估计大家都会跟安灭一样有这样的疑问了。对于这样的疑问，似乎只有一种解释了，背后有后台背。从今天的事件来看，这样的推测就更加可信了。在安灭的文章中还提到，袁冰妍并不是只在这部剧中哭不出来了，而是早就这样的了。哇这个袁冰妍还真的是非常的励志了，一路逆流而上，用哭不出来的演技一路往上爬，直到当上女主角，成为大明星。袁冰妍在剧组的黑料更是一大堆，比如公开撒谎说自己参加了剧本的围读，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被网友锤了，流离剧组的人员确认了当时女主并没有参加剧本的围读。但是这重要吗？人家一样全网营销敬业，演技炸裂，参加剧组的剧本围读，敢这样全网公开撒谎的明星，也算是内娱的一大奇观了。哭戏用眼药水，一次又一次的 NG， 全剧组 NG 次数最多的演员，导演都被搞崩溃。现在又爆出漏税的丑闻，真的绝了！这种全网都在炒的女明星，竟然还能越来越多地接到资源，拍的戏、接到的戏成几何倍数的增加。中国的内娱已经烂到底裤都没有了。然而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人家还不是一点事都没有。你以为你说封杀了，人家就凉了？论坛上又有网友爆料说，制作人说了不会换。当然，这个说法也并不能就锤死说不会封杀，但是传递出一个信号，保他的人很多。资本当然可能保他，但是网友也可以选择坚决抵制，甚至把他的剧全部刷1星。如果真的是不换人，头铁，那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人家后台硬，有后台就是不一样。你想想，第一眼要这么大的丑闻都能全网大面积的洗白，就已经证明后台不简单了。而且安灭分析，袁冰妍这一次有3大优势，保他不会凉。一个是他的后台，非常厉害的后台；二是他的数额，跟其他几个出事的女演员比起来，确实太小儿科了，别人动不动都是上亿，他只有几十万，而且应该也是初犯。三是前面安灭提到的那条爆料与咖啡有关，上戏圈的会全部没事，大家就坐等吃瓜吧。如果徐峥、陈赫、袁冰妍这3个人都没有事，那内娱该改名称了。